是个旅途，一个叫做命运的茫茫旅途。历经波折，终于登上了开往西沙群岛的游轮。我们路过高山，我们路过湖泊，我们路过森林，路过沙漠，路过人们的城堡和花园，路过上次6号的船因为台风取消了，改到了这次的18号。现在来到了凤屏岛的国际码头，办理完上船的手续，准备登船了。船员分成了20个小组，每个小组有一个导游。开航了之后呢，大概在6点左右呢是彻底的就没有信号了，因为咱们这个开出这个驶离这个凤凰岛之后在海上是没有这个基站的大家可以理解。这次的船是南海游轮，算是一个比较大的船，行程是4天3晚，但是一去一回就占了2天，真正玩的是2天。现在开始登船。这个船停泊的位置是凤凰岛。这个船票因为舱位的不同，分的等级也不一样，最低的票价是4000多，是6人舱位。我买的就是6人舱的下铺，4450，因为感觉就是睡个觉，大部分时间是在甲板和岛屿上度过的。欢迎光临。能帮我弄一下吗？我的脚有事。是船的大厅，谢谢。谢谢啊。来看看房间什么样。房间没有独立的卫生间，但有个洗漱台。6人舱里一共来了4个人，感觉比火车的软卧稍微好一点儿。这是公共的洗漱间和厕所，盥洗室。开船之前，这里组织了一些宣讲活动。先介绍了一下船的整体布局。这个船是2016年启用的。船上有一个小邮局，可以发个明信片之类的。这次上船的大概有300人左右。平时呢，咱们这个地方是不开放。明天我会带大家走一遍，介绍一下要登岛的名称，一个是全副岛，一个是银屿岛。整个岛屿沙洲它坐落在礁盘上岛上呢有很多水泥建筑，你可以有这个政府允许呢，你可以到这个岛上去。平时普通游客是不能到这个岛上去的，因为岛上有很多机密。但是三沙市的主岛永兴岛不能登，因为那里有机密。不管是7甲8甲过道呢，它都有这个卫生间。如果你比如说打水，你觉得前面用热水的人比较多，打的热水不够热的话，你可以到我们船中间这部分这个洗手台旁边打热水。这个就是我们船上的这个超市叫七色海超市，它有个营业时间。你们如果想要买东西的话，看好这个营业时间那我们这个超市里面呢，它主要是售卖了一些零食，还有酒水，还有一些服装、深水鞋，还有墨镜每天准时准点提供早中晚3餐，分组按照时间去吃，属于自助餐。这个正序来喊，比如说1到5组，或者直接喊1组、2组、3组。那咱们知道自己第几组吧？18组对吧？对。那咱们上了一个
船上的一个书屋啊，书屋。当然，这个书屋里面呢也售卖这个茶叶啊。当然，如果想喝茶的也可以到里面去看一下。那当然，这里面书屋里面的书籍啊是评委大家免费去看的，里面还有椅子，还有桌子啊，里面环境呢相对安静一点，也比较舒适啊。如果你们觉得晚上比较无挺有雅兴的。感觉这是船上唯一有点格调的地方。收费的，自费啊，不收费。然后这个像这个过道是隔离区啊，大家看到这种区的楼梯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去甲板看一看。请大家跟着我。9层，没有，还没到啊。这个就是我们有空调。9层的所谓大厅，实际上就是过道。区啊，就是旋机坪啊，旋机坪。当然平时它也不会停直升机啊，只有在特殊情况。码头旁边的凤凰岛的建筑。来，站好啊。从船上看一看岸边的风光。羊肉串10块一个，鸡爪子10块。船上只提供3餐，如果饿了可以去吃烧烤，但是价格非常贵。琵琶虾，我天哪！它原价4500，现在只要3880。这个要上船上。在岛上面，这个应该是咱们300多的套餐吧，300多吧，3888套餐。还有灭火器，然后还有那个烟火信号有3种，第一种是在讲解船上的救生和逃生一些注意事项。然后呢，现在呢，大家身上的救生衣啊，是属于个人的救生设备。4点多，船开始起航了，要在海上航行将近300公里左右，10几个小时。客观讲，这个西沙之旅不是一个豪华游轮之旅，性价比并不高，更多的是一种情怀之旅。所以船上的大部分都是老年乘客。这个船的船龄从设备上来看，应该年头不短了，肯定不是2016年出产的。这算是海上的日落吧。其实这次航行的时间并不好。未来2天可能都是阴云天气，今天能看到日落也算是不错了。甲板上就是风有点大，气温并不低，船晃得非常严重，如果有晕船的，绝对不能坐这种船。现在到了吃晚餐的时间。去看一看这里的餐厅和晚餐。我已经开始降低心里的期望值了，绝对不能和一般的国际游轮相比。海鲜估计是没有了，都要自费去吃。哪吃啊？在哪吃啊？叫咱们吃饭呀。还真有鱼，炸小鱼苗。用餐的宗旨就是吃饱就好。这就是我的晚餐，吃的还挺多。
船太晃，准备吃完睡觉。新红旗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为你欢呼，我为你祈祷，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为你欢呼，我为你祈祷，你的名字比我生命。西沙的游轮之旅是4天3晚，昨天上船算第1天。游轮连续开了13个小时，凌晨到达了西沙群岛。第2天早晨，我们开始分批登岛游览。首先去的是银屿岛，银色的银，岛屿的屿，银屿岛。就是换了这种登陆快艇，旁边的就是我们乘坐的游轮。快艇的速度非常快，海面的风还挺大的。10分钟左右，船抵达了银屿岛。这个岛修了一条专供小船进入的通道，主要这里都是浅滩暗礁，可以使小船轻松的一直开到小岛上。小船靠岸了。银屿岛的面积非常小，方圆面积就0点几个平方公里。这里生活着驻扎的一些人。最棒的是这里有网络，而且信号非常快。我都是在小岛上完成视频传输的。西沙，目前西沙能够允许游客登岛的只有2个，一个是这个银屿岛，还有一个是全富岛。以前的鸭公岛现在禁止登岛。而三沙市也不允许普通游客进入。在岛上还举行了一个升旗仪式，这个是全船的人。现在开始带大家看一看这个银屿岛。这个岛的海水颜色不错，有一片海叫做七色海。这次还特意带了一面国旗，领着大家到岛上转一圈。我一路看过千山和万水，我的看看这海的颜色多漂亮，风还挺大的。路边那的蔷薇，关掉了手机，管他谁是谁，不要去理会是是非。这是岛上仅有的几个建筑。黄昏中的堡垒，如果迎着风，这是岛上的房屋。这世间
老城的灯塔，死闹都不飞，别去理会，自我极为。还有本地的一些小船儿。就睡，至少不会遗憾后悔。迎着光勇敢飞，远走高飞，说走就走一回。拿着国旗，真的感觉有种仪式感。天空突然变晴朗了，海水真的非常漂亮。拥挤的城市布满了虚伪，何必去辩解是错或是对，就让一切这样的海水颜色在国内的沿海岛屿中确实少见。如果迎着风就飞，俯瞰这世界有多美，让烦恼都会飞，别去理会，自我极为。银屿岛真的很小，转一会儿就转完了。后悔，迎着光勇敢追，远走高飞，说走目前这里不让游客轻易下水，所以没有开展浮潜活动。如果迎着风就飞，俯瞰这世界。有生之年来一次西沙，还是能留下非常难忘的回忆的。去理会，自我极为。如果还有我，就追，至少不会遗憾后悔。迎着光勇敢追，远走高飞，说走就走一回。看天上飞的是什么？不过这是机密，也不允许上传这些画面。今天的行程是上午在银屿岛，下午去全富岛。有人认为银屿岛是西沙里最美的一个岛屿。看了视频，你觉得我这趟西沙之旅来的值不值得？这是岛上看到的仅有的一点绿色植物。几条废弃的小船也成了拍照的道具。在这里静静地坐一会儿。在银屿岛停留了2个小时，开始返回大船，下午再去全福岛。今天的天气不太给力，基本上一直是阴天，就露出了一点蓝天。这个是另一座岛屿，不知道是不是鸭公岛。快艇驶向了我们的南海游轮。这个游轮的外形其实还非常漂亮。看一看快艇进入大船的情况。这个是第3层。整个游艇的工作人员还是非常认真的。船上真的老年人居多，我也算一份子了。
现在回到大船上，准备吃午饭，然后下午去全福岛。今天中餐，每人分了一个鲍鱼，一人一个。休息一会儿，下午继续登岛。请继续关注老刘的西沙之旅。你好。今天下午天气超好，碧蓝的天空，蓝天白云衬托着海水湛蓝湛蓝。现在坐快艇去全福岛。现在看到全福岛了。这里的海水叫玻璃海，看看这海水的颜色，真的像绿色的透明玻璃。这感觉好像来到了菲律宾、泰国、马尔代夫。漂亮的海水完全不输于他们。现在准备上岛了，这个岛就是整片的白色沙滩。全福岛的面积更小了，比银屿岛还要小一半。这里的海水颜色可以说更胜一筹，在这里徜徉散步实在是太美妙了。我的祖国，一个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我歌唱每座高山，我歌唱每条河，袅袅炊烟，小小村落，庐山一道辙。你有你那母亲的脉搏，往我诉说。我的祖国和我，像海和花一朵，浪是海的池子，还是那里托？每当大海在微笑，我就是小地球啊，我分担着海的忧愁，分享海的欢乐。永远给我一浪倾我心中的歌。永远给我一浪倾我心中的歌。这里的玻璃海真的是太美太干净了，这应该算是我看过国内最美的海了。
很多人问这个西沙群岛的旅游怎么参加，就是在携程上可以报名4天3晚的行程，有2艘船，我这个是南海之梦，还有一个长乐公主，比这个价格稍微再贵几百块钱。当然除了这2艘船，还有其他的一些途径。我在岛上遇到一个朋友，他参加的是一个8天的团，可以在岛上住6天，一共12000。哇，太喜欢这一片玻璃海了，真想扑进去游一下。我们这个大船是没有安排浮潜项目的，但是那个8天团好像他们有浮潜。而且这里基本上不能飞无人机，除非提前申请报批。还有人问这个有没有年龄限制，我想至少70岁以下没有任何问题吧。看看这景色多美，蓝天白云，白沙碧海，而且这片海滩非常浅，可以走好远。这次在船上竟然有好几个游客认出我来了，看来我有向网红发展的潜质了吧。真的非常喜欢这里，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今天温度差不多28到30度，所以非常舒服。昨天我里面穿了连体的游泳衣，就稍微凉一些。鞋子穿的是凉鞋、洞洞鞋，这里是不允许穿拖鞋的，怕被海水冲跑。光看这海面的颜色，真的是比马尔代夫、菲律宾、泰国的海水还要漂亮呢。当然这个全福岛是没有人居住的，所以也没有什么娱乐设施，甚至连沙滩椅都没有。看远处的这片白云多美。每次视频都有人问我照片是谁拍的，如果有同伴在一起旅游，当然同伴可以当摄影师了，但需要我来简单指导一下。这次和我同行的是个大姐，所以很多时候我让她来给我拍。就是船上的这位大姐给我拍的，多拍几次总能找到合适的镜头。在全福岛游玩了2个多小时，快日落了，返回大船，因为岛上4、5点就要倾倒了。看看我们的大船，越看越漂亮。这个船不算小船，算是比较大的了，但在南海上航行还是非常晃的。大船停泊在这里还是非常稳的。回到船上，能看到一点日落。一道亮光曾划过，留住青春片刻。
离别很早些花落，没去想为什么。我灿烂的飞过，我孤独的变落，都有你，像一片爱让我停泊。这里是西沙群岛的银屿岛，真是碧海蓝天，太美了。关注生活快乐，自己变得快乐，放弃执着，坚持就会变得不错。每次度过都是一次收获。现在坐快艇，准备第二次登上银屿岛。快艇开得很快，溅起很多浪花。路过的这个小岛就是鸭公岛，现在不开放。上次在银屿岛只待了2个多小时，光顾着拍照了，其他什么都没看。我们这个南海之梦的大船其实只在西沙群岛这里玩2个整天，可以坐小船登上的岛屿也只有2个，所以第3天游玩的内容和第2天基本一样，都是再次登岛。岛上自由活动，这是小岛的另一边，这边主要是礁石。银屿岛的面积实际只有 0.06 平方公里。昨天在岛上挥舞5星红旗的画面，很多人都非常喜欢。有人在飞无人机，那一面红旗上岛也是临时起意，在三亚临时买的。这是银屿岛的海滩，来一个奔跑的慢动作。很多人问这个岛上有没有人居住，这个银屿岛是有人居住的，带大家来参观一下。银屿岛的介绍，面积只有 0.06 平方公里，有10户左右居民。这是岛上最高大的建筑，银屿岛社区支部、居委会。这是岛上建的房屋，底下都砌高了1米多，可以防水。这都是政府免费给建造的。这里的居民也相当于民兵了，都在守卫着。岛上的移动信号非常好，手机上网非常畅通。涨潮的时候，这里面大部分土地都被淹没，所以房子根基砌得比较高。居民区这里还种了一些植物，没有打扰这些居民，也没有进他们的房间拍照。这些居民日常基本是出海捕鱼，也可以给游客做一些小买卖。前面就是岛上的一个小集市。这个是卖的是吗？卖的。这是什么鱼啊？石斑鱼、苏梅鱼。这个怎么卖啊？看你要哪种。石斑鱼呢石斑鱼5条100。5条100。哎，很大的，它都是。这个是吗？哎，5条100，我真好。这种石斑鱼100年的，这么大。这个哦，这个是什么鱼啊？苏梅。这多少钱呀？那个你要就像他们一样200块卖。200一条是吧？哦，石斑鱼。苏梅是人生一大幸。是吗？吃着是人生一大幸。200一条。我们今天100一条，200一条。我们今天这个再加充电水。在北京1800一条，
是吗？北京我也2800北京的。 2000到2800 3000块钱一斤。哇，这是什么鱼啊？啊？这个鱼怎么卖啊？开了没有？这个也卖了240。240这一条是吗？还有在里面4头嘛，这个就是4头嘛。啊，哇，真长大了！哇，这个什么？对对，苏梅是那个是吗？苏梅清蒸特别好吃。这个多少钱呀？哪个？这个是300的。 300的，真大。苏梅可好看了，长得。多好啊！只有一条，这个只有一条最大的。这个说在北京这好几千条，好几千块钱一条。对我们，你来这边吃就便宜，真的便宜。都说来西沙群岛不吃一点深海的海鱼有点遗憾，不过上岛前刚吃了饭，有点吃不下去。我以为这上没人住呢。有，我们这边是。你们就住岛上的吗？嗯，对。这岛上有多少家啊？现在？住了有多少家啊？岛上吗？啊，岛上有20。有20家呢。 20人，真不错。哦，这大海蛇。它就是属于海蛇嘛。那跟蛇不一样。海蛇咯。海胆。海胆个儿都很大。够大的。那么重。这是在腌的什么呀？放姜点，放一点姜。这是鱼是不？刚才那条鱼是吧？哦。为了不留遗憾，还是准备尝一尝这里的海鱼，跟老板看看价。我们这个价格没问题吧？这价格真是他给推荐过来的。海胆大哦，好像。这一个叫什么？青衣和苏梅鱼哈。啊，那个抖抖吧。哎，我要这样。挑了一条青衣，一条苏梅，2条鱼，还要了3个海胆蒸蛋。现场清理。这个就是苏梅鱼，没有要特别大个头的。这个是青衣，唱京剧的青衣，真的很漂亮。漂亮。是青色的青，新色的新，衣服的衣。这鱼真好看呀！2条鱼，3个海胆，一共砍到了120块钱，也有加工费。3下5除2，老板直接清理清蒸上锅，海胆马上蒸好了。2条鱼也腌制好了，上锅。大概可能就是我们刚才看那边好像大不了多少，但是贵好多了。但这个这是清蒸，这是海胆蒸蛋是吧？2条鱼，好鲜美的。好吃。好啦。味道确实不错。尝完海鲜，再去海边转一转。现在的银鱼岛非常安全，但以前这里曾是中越之间发生战争的地方，有个老电影就是发生在这里。而且这也是古代海上之路有些沉船沉没的地方。据说周边散落着很多的金银珠宝，
也正因如此，才取名叫银鱼岛。看看我能发现什么。找到了2个宝贝，当然这个肯定是不敢带走的。很多人问为什么不在这里游泳和浮潜？据说以前的行程是包含游泳和浮潜的，但是现在全都取消了。而且原来可以去第3个鸭公岛，现在也不能等到。所以现在的行程，第3天就是重复第2天的行程。可能是考虑到游客的安全吧。所以如果喜欢浮潜和刺激的小伙伴，可以等一等以后的行程。不过对于我来说，能够在这里看到国内最美的海水海域，也算是心满意足了。如果你还有什么疑问，可以下面留言。谢谢关注。